俄羅斯跟中共呢，現在一定偷偷支持他，已經擺明了嘛，在聯合國裡面把那個荷姆茲海峽那個案給廢掉了嘛，現在又抓到說俄羅斯也好，中國也好呢，送了一些這個或者武器也好，所以美國打伊朗，不管打到什麼地步，只要大幅削弱伊朗的這個影響力的話，它其實同時削弱俄羅斯跟中國的影響力。這點是大家在常常很多人在批評川普的時候呢，沒有提到的地方。大家好，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主持人張宏林。再次感謝收看我們的節目哦。美伊以的戰爭哦，一直是我們現在大家非常關注的國際重大的新聞，說是國際重大的新聞。我們剛川普這個有提出了這個所謂的最後通牒限時要求伊朗來做相關回應的部分哦。原本就是時間一到，他甚至說要針對這個伊朗的部分要發動一些非常重大的這些手段跟攻擊哦。不過就在他快截止時間的時候，我們看到有許多國家，當然包含巴基斯坦這些都要來協助兩邊的斡旋哦。後來川普同意哦，這個把這些這個所謂的戰爭哦暫時停止哦。那當然我們看到伊朗他也特別提出了所謂的10點的這個談判的一些訴求，大家也很好奇，這個到底這10點的訴求是哪些哦？像我們今天好好來談論一下。那我們很高興再次邀請到台大政治系的名譽教授明居正老師哦，好好來幫我們針對這個題目好好的解析一下。明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是老師，我們在看到這一次的這個戰爭爆發，彼此兩個伊朗跟美國顯然當然都還是有一些意願，希望來談論哦。但彼此當然就是在談到時機啦、條件啦，能不能談到大家彼此都可接受、滿意的部分哦？那當然剛剛提到，他們特別提出了10點的這些提議哦，到底是哪些內容？我想大家也會很好奇哦。所以老師怎麼看到這件事情？我們先說時間呢，因為最好的時候呢，川普說這場仗他預計是4到6個禮拜。你算到我們做節目這時候呢，還沒到6個禮拜，所以還沒超過他最早時間。但是大家已經受不了了，因為我們上街買東西已經看到有些物價的確上來了，然後又出現什麼塑膠袋之亂啊什麼等等哈，所以這個我們呢就講，如果戰爭爆發的話，真的對全世界國際民生影響都很大。現在大家是在談有沒有可能停火了，當然中間曾經短暫停過。不過我得提醒大家，就算停火，並不代表是停戰，也不代表是和平，只表示說現在暫時大家沒有意願或沒有力氣打下去，我們再休整一下，然後談看能不能談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結果出來。你剛剛提到說伊朗方面提出了10點新的停火條件。對，過去我們也講過，他們革命衛隊曾經，伊朗的政府用非官方管道呢，曾經提過5個條件，然後革命衛隊呢，好像是非官方還經過這第三方呢，提過7點，現在外面流傳的就是說伊朗提出來是10點，我們先看這10點呢，然後比較它前面的這7點呢，那看看差異呢，大概可以揭露一些東西。第一就是他要求，伊朗要求。美國從根本上保證不再侵略伊朗，他用的是侵略，當然如果是美國來說，就是我對你發不發動攻擊，我不認為是侵略，美國認為是懲罰。不過總而言之，就是戰爭行為，這第一個。第二就是伊朗要持續控制荷姆茲海峽。第三呢，這個要接受伊朗有濃縮跟掌控濃縮鈾的權利啊，這第三個。第四呢，伊朗要求解除對伊朗所有的主要制裁，然後第5就解除次要制裁，叫 secondary sanction，也就是跟我做生意人你不能去制裁他，這是第二級制裁。然後再來6、7兩項就是所有聯合國針對伊朗決議呢要廢除要終止。再來就是國際原能總署對伊朗所有決議呢要終止或廢止。好，再來就有趣了。你以色列跟伊朗打我打了1個多月，那我戰爭損失很大，所以你們要賠償。這個東西有的談的。再來就是這個美國的戰鬥部隊呢，全部撤離中東地區，這個有點像獅子大開口。美國在中東地區就在你旁邊呢，在巴黎那邊呢有第5艦隊的總部，那你要美國全部撤離，這不太容易。不過反正開價是這樣開。
那最後一點就是各戰線全面停火，包括以色列跟這個黎巴嫩真主黨的這個戰爭要停火。他有趣是，他沒有提胡體組織，也沒有提伊拉克跟敘利亞裡面的這民兵，沒有提那些東西。就是說，如果我們要認真咬文嚼字講，就是你打他們我無所謂，但你不能打這個，不能打那個黎巴嫩的不能打黎巴嫩真主黨啊，這個你不能打，別的你打沒有關係。所以我第一次一看這個時點，我嚇一跳，我說啊，這麼全面，然後調子這麼高，這個你簡直是一步不讓。那我仔細看上去發現說，其實你若表面一看，你覺得他沒有讓步，而且他開的價碼比原來還高，但你要仔細看，發現說他還是有調整。第一是字句不太一樣，字句不一樣本身就有可琢磨的地方。第二就有些地方還真的不太一樣。我先說啊，原來不是說7點嗎？那現在增加了這個3點，增加10點，主要增加什麼呢？2個。第一就是聯合國針對伊朗的所有決議呢，你要終止或廢止。第二就是國際原能總署叫 IAEA 呢，對這個伊朗的這個核計劃呢、濃縮鈾計劃呢，你的所有決議呢要全部廢止。那這些呢都是增加的部分。但他刪除了一樣東西，因為原來的那個 IRGC 也就是革命衛隊版本裡面就是不得對伊朗現有的飛彈計劃做任何的限制啊、阻礙什麼等等，伊朗可以繼續推進。這次這個版本裡面沒有這一條，刪掉了，這有點奇怪，因為照理說這是一個伊朗很重要的東西，就他自己刪掉了。好，這是第2個刪掉部分。第3個字句上有變動的哈，革命衛隊的那個版本呢講說，荷姆茲海峽的那個管理呢應該仿照埃及對於蘇伊士運河的這個管理，然後伊朗呢可以收過路費，然後在伊朗准許之下呢建立新秩序。換句話說，伊朗要全權掌控荷姆茲海峽。新版是說，伊朗持續控制荷姆茲海峽。看起來包山包海，但其實話比較含糊，所以這些地方我認為呢都是有可能呢可以談判或甚至是讓步的地方。當然，就是美國的版本部分呢也有可以談的地方了。所以這裡我慢慢談下去呢，就比較清楚了。就好像我們每次看好萊塢電影，那個找囚犯來解救世界，這個解救地球的時候，那些囚犯就說我要什麼什麼的，過去欠繳的稅，乾脆你都不要繳。這顯然整個都把它餅畫得非常的大啊。當然，就美國來說，過去當然主要是希望伊朗永久的放棄這個核我們談到的，因為如果伊朗不放棄核武來講，對地區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威脅，對美國甚至都是這個是一個主要的。過去我們看到美國對伊朗制裁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就會說，美國會同意嗎？這些內容會是我們談到的有辦法找到一個妥協的空間嗎？老師怎麼看？過去我們好像提過哈，就是這個談判的國際談判有點像什麼，像買賣，賣方要出價，買方要還價，那現在也就是出價跟還價的過程。它國際談判跟市場買賣它的本質是相同的，雖然是表面形式可能差很多，那邊是買賣西瓜，這邊是講說核子武器等等，但是它本質是相同的。你剛剛提到說美國會不會接受？那我們現在談的美國的那個條件呢？美國對伊朗是提出了12項條件，然後呢說如果你都做到的話呢，我願意回應3點，所以加起來是15點，所以就號称的15點計劃。第一點就是馬上停火，就是我也當然停火，那你也停火。如果雙方都願意停火，我們停1個月做談判的基礎。意思就是說，如果1個月談不出來的話呢，我們就繼續打就是了嘛。中間我們大家都在努力準備，好，這是第一個。後面呢2、3、4、5、6呢？連續5項呢，就是你剛剛講的，美國跟中東地區國家，甚至更遠地方的國家呢，對於伊朗的核計劃或者核子能力的這種關切，這裡就包括好幾點。第一就是拆除核設施，他不是去年不是炸了什麼納坦茲啦、伊斯法罕啦跟福爾多嗎？這次也炸了什麼伊斯法罕啦什麼等等。所以大概就是第一呢，要拆除這3個地方的核設施啊，那看看怎麼談。這第一個。第二呢，除了拆除這3個地方核設施之外呢，禁止你伊朗繼續進行濃縮鈾的活動。伊朗是有能力自己進行濃縮鈾的，它自己本身就產鈾，它可以開採，然後它有科學家
有工程師，然後它有設備是可以提煉的。當然，現在外界說法就是它可以濃縮到60%。做核彈它還不行，核彈要到80-90%，甚至更高一點點。那你要，但你要如果說你不是做真的是什麼核子武器或原子武器的話，你做贓彈的話，那個是足夠的吧？你甚至在不用到60%，再低一點點這個濃度呢，做贓彈都是夠用的。所以禁止濃縮的活動。第三呢，那我怕你做贓彈了，所以你要也怕你繼續濃縮呢，所以你要把現有的濃縮鈾交出來。好像號稱400多公斤嘛，那其實相當大量的了。再來就是你除了交出來之外呢，還有什麼？你要保證你將來不再制造，也不再擁有伊朗不再制造，也不再擁有核子武器。你說不制造就沒有，不是可以買的，國際上買得到的。好，最後就接受這個全面的監督，接受國際原能總署的監督。好，這有關這個核計劃的地方呢，洋洋灑灑就占了6點，就占了一半了5點占了將近一半，後面2點呢，這個7、8、2點呢，就是關於這個飛彈的發展。所以第一呢，飛彈這個射程跟數量要限制；第二就是將來你的飛彈呢，就只能有自衛用，不能做攻擊用，這蠻難的，蠻難的。因為我上次跟大家講過，伊朗北邊西北邊呢就是伊拉克，然後北邊呢就是這個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然後再來是里海，然後那邊就是俄羅斯，東邊呢是哈薩克啦、吉爾吉斯啦這些國家，然後在右下角呢是巴基斯坦。那隔的海峽呢，剛剛講的荷姆茲海峽，隔的海峽呢就是阿聯，然後這邊就是這個安曼，這邊是也門，然後這邊是沙烏地，然後這個海灣的幾個國家，這些距離都非常近的，所以你怎麼界定說你的飛彈是自衛能力的？台灣你還可以說界定說我台灣的飛彈呢，射程呢是150公里，所以只能自衛能力。為什麼？打不到海峽對面。那現在打得到了，然後我們現在有無限高的這個射程的飛彈，無限高射程飛彈你把它拉成這樣的，那就打很遠了嘛。那就這樣的，所以那麼也就是說，你怎麼限制伊朗的飛彈的能力？那只能是自衛用。那這個東西要商量了。說多少算自衛？另外幾點比較重要，一個是你剛剛講的，要放棄代理人，你不可以再支持真主黨啦、哈馬斯啦、胡提組織啦，或者伊拉克跟敘利亞裡面的什葉派民兵等等，這些你都得放棄。再來呢，就是現在問題的焦點，荷姆茲海峽，那你要開放，不可以封鎖。當然，我覺得這種有談的空間。另外2點比較小一點的，一個就是你先抓一些人，抓一些人質，你要放掉。那再來就是安全保證，也就不能對於美國跟以色列的軍事的設施或者美國跟這個以色列的資產形成威脅。資產包括什麼呢？不只是軍事，美國不是在中東地區很多大公司嗎？大公司總部嗎？不是有幾個地方現在已經被伊朗飛彈攻擊了嗎？那你要做出保證，那你不能攻擊他們。那美國說，如果你都落實這些保證的話呢，那第一，我解除全面制裁。第二呢，我取消這個自動恢復制裁的機制。第三呢，你不是要核能嗎？我幫你建這個民用的核能廠。所以如果說你願意的話呢，我有3點回應。所以你如果仔細看的話，你把2個都對照起來，初看起來雙方針鋒相對。但你如果仔細看，然後呢再看它的文字跟用字遣詞，再加上現在雙方的處境，你會發現其實有談判空間。所以很多人說這個完全沒有，我說不是，還是有。第一呢，荷姆茲海峽，大家說你看現在它封鎖，現在有可能什麼呢？美國或者國際社會呢，在不能完全打扁你的情況下，只好暫時同意你收費，但這費用不能過高，也就是收到一個什麼樣的數字，大家可以來商量，比如每條船多少錢啦，或是每一桶油多少錢啦，或者送什麼化肥多少錢啦，什麼等等，這個可以算，可以給個數字啊。那也就是說，或許將來可以用收費來解決。那這你允許的收費，然後你要開放，這是第一個。第二，飛彈能力就我剛剛講的，這有點麻煩，因為你說伊朗完全放棄飛彈能力，我覺得不太容易。所以怎麼談這事兒，我覺得挺頭痛的。第三呢，倒有可能，伊朗不再研發或不再擁有核子武器，這個倒有可能，
伊朗我剛剛講他自己產鈾，他有這個濃縮鈾的能力。那現在就是你要不要保證我將來不再研發、不再製造，然後不再擁有核子武器而已。但就像你剛剛所說的，如果說我有足夠的飛彈能力或無人機能力，那說不定我覺得也夠用了。那不一定要核子武器。那其他很多，另外美國提出12項嘛，我覺得有些是可談判的了。當然有些蠻困難的，但是我覺得不是不可以談。也就是如果說你應該這樣說，美國的底線很清楚，你好好來談，談不成了或時間到了，那麼我就動手打。那你也知道我打起來吃力，但是你被打更吃力，所以現在大概是這種情況。我覺得最大問題啊，其實還有一個什麼呢？還就是俄羅斯跟中共的現在一定偷偷支持他，已經擺明了嘛，在聯合國裡面把那個荷姆茲海峽那個案給廢掉了嘛，現在又抓到說俄羅斯也好，中共也好嘛，送了一些這個或者武器也好，或者半成品過去給伊朗也好，反正加強了他的抵抗能力。雙方解決三方了，美中俄三方呢，其實各有算盤。那現在很多新聞都在批評美國，其實你要看到中共、俄羅斯擾亂國際秩序的情況，你情願希望美國這樣做呢？坦白講，我覺得美國另外擔心一點，美國擔心說這地方搞久了，然後呢，烏克蘭那邊又搞久的話，中共趁機搞台灣，我很討厭。然後我年底又有選舉，這個時候如果說不趕快解決的話，我會比較頭痛。所以對美國來說呢，他不是打不下去，但他想說早點解決呢，我趕快騰出手來，騰出精力來呢，看看或者關注選舉也好，或者關注台灣也好，這些可能比伊朗更加重要。最後一點就是對伊朗來說呢，他坦白說他現在很吃力了，海軍全部打光了，空軍基本打光了，就剩下飛彈能力而已。現在就看你還有多少飛彈能力，然後如果美國再繼續打的話，你伊朗的經濟吃不吃得消，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雙方就是你說再打嗎？有能力，但是要不要再打呢？雙方大家都覺得說，如果暫時沒辦法打扁你的話，那就不打就算了。大概現在是這麼個情況。是，我們一直在談美國跟伊朗的談判，不要忘記了，在剛剛明老師所說的這個所謂的10點裡面哦，其中有一點就要求各戰線全面停火，包含這個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黨的部分。這個你把我以色列放入談判，但是美伊在談判裡面卻沒有我的角色。以色列某種程度它還是很頑強的，對於有他自己民族的一個國家的特性哦，所以這時候就說這有用嗎？如果這過程當中以色列不願意，我相信一定不大開心啦。就是說為什麼在這個談判裡面沒有他們的角色呢？對，這是一個好問題。其實因為這場戰爭是2月28號開打，我就記得開打之後到1到2個禮拜吧，我們在節目上就談過一件事情。我說我看見在這場戰爭當中呢，美國的上中下三策，我也推估了以色列的上中下三策，但我覺得我最重要的推估就是我認為美國跟以色列的目標不太一樣，也就看起來兩個都一樣啊。上策是推翻伊朗神權政權，然後不讓伊朗有核子武器，然後削減他的飛彈能力什麼等等，然後讓他不在這個支持外面代理人戰爭，看起來都一樣的。然後中策就是沒辦法推翻神權政權，但你不能有核子武力，然後你不能支持外面的代理人戰爭什麼的呢？啊，下策什麼什麼的呢？我說美國大概會接受中策以上，以色列是說不定連中策都不能接受，以色列要上策。換句話說，我認為我看見美國跟以色列目標不一樣。以色列目標可能更高，那以色列目標可能更高，那美國目標呢可能可以低一點點，這就導致發動戰爭兩國呢目標不相同。所以你現在說這次美國跟伊朗談判就沒有把以色列拉進來，但卻對以色列有所限制，所以以色列當然會有點不高興，但他表面上不能這樣說，因為穆巴拉克曉得川普這個人不太好惹，如果我講話川普覺得不好聽的話，但他半路收手，我變成單獨跟伊朗打，那就很吃力了。所以以色列如果要打的話，他最好是拉着美國一起打。那如果不能拉着美國一起打呢，
他恐怕他當然不希望，但我猜他最後很痛苦的決定要跟美國共進退。所以現在呢，你說以色列會怎麼樣，我還不敢說。那天前兩天這個結果，就這個條件一出來，我就看我說不容易達成。為什麼？我看見就這一點。我看見除了飛彈能力、核能力之外，我看見就這一點，就是你說啊，這個以色列不能再去打真主黨，那以色列說真主黨打我，那難道我不能還手嗎？那所以現在可能會怎麼樣呢？就是如果那我覺得有點困難。如果伊朗要求美國去跟以色列去談論，說以色列不能打真主黨，美國就要求，那你伊朗去跟真主黨講說，你不能去打以色列，大概會這樣。但是最後結果就真主黨跟以色列誰都不相信誰，那美國跟伊朗當然比誰都不相信。現在問題就是誰比較能夠約束他的夥伴，這個是一個大問題。好，那簡單說就在這個問題上呢。一句話回答你，就是美國跟以色列怎麼樣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我覺得有難度，但不是不可能。但我覺得更需要考慮的是伊朗裡面的情況。伊朗現在看起來內部的權力結構不太穩定，看起來是一個雙元的一個結構。也就我們過去講過，一個是比較文官系統、比較政府系統的這支力量，一支是革命衛隊力量。革命衛隊它不只是軍隊啊，它包含了什麼政治、經濟和外貿什麼等等，政治、國際組織的部分。所以這兩個力量怎麼互動啊？我們得詳細觀察。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確看見一些矛盾，但是矛盾是不可解，我們不曉得。比如說他總統裴澤斯基安出來，或者有人叫裴澤許基安出來講說啊，我們怎麼就很快就被這個革命衛隊給推翻掉了。那你說裴澤許基安最後能不能接受呢？這個是一個問題。再來就是伊朗除了有革命衛隊之外，還有正規軍。革命衛隊做事情，正規軍不一定接受，也不一定贊成啊。所以這兩個會不會有什麼衝突，我們不知道。第三個現在很關鍵的哈，當然這兩天呢，在大家質疑多日之後呢，伊朗公布了一段影片。說啊，我們的這個領導呢，這個最高領導人穆吉塔巴那個身體很好，他出來參加活動什麼？我們看到了影片，大家看說那 AI 搞的，所以現在大家仍然對穆吉塔巴第一健康狀況如何，大家不確定。第二就是是生是死不曉得。第三是不是在國內不知道。第四，就算你身體很好，就算什麼等等。你到底能不能控制革命衛隊？也就是你的控制力有多強，這點都還是不確定的。那麼也就是說，我們對伊朗內部的政權的變動呢，我們現在還有一些不確定性。所以這個我覺得應該是變數之一。那怎麼走我們還不知道。那當然，除了這個美國、伊朗或者是以色列以外，大家一定會很關注的部分，就中國跟俄羅斯哦。你看，我們好像好久沒有談它，大家都幾乎遺忘了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那種感覺，都全部集中在中東的戰火。那我們知道，中國跟俄羅斯當然反對啊，過去他們可是這個結拜兄弟哦。雖然這個不封頂被人家恥笑，但某種程度樣態上來講，他們還是做出了許多的一些協助哦。比方說，最直接在台面上，聯合國針對這個美國、中東某些國家提出了有關的這些對於伊朗的相關的決議，通通都被這個俄羅斯跟中國給封殺。尤其是荷姆茲海峽。對，那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所看到，中共當然更不用說，大家認為他針對這個有關，不管是這個所謂的軍事上的幫忙，甚至情報上的一些幫忙，在許多的顯示上面來講，都認為他們是有來協助伊朗的，所以大家就說這場戰爭到底目前來講，他們兩國的角色，老師覺得接下來這個中國跟俄羅斯可能還會有什麼樣的動作？我先說有什麼樣的影響哈，簡單說對俄國影響的，第一就是那個武器供應鏈的斷裂嘛。因為俄國打到最後，你不要說烏克蘭那邊武器不夠用，俄國武器也一樣不夠用。因為打4年，而現在都是高精尖的武器，前面有飛彈互相攻，後面這樣慢慢進展變成無人機就算廉價等等，你還是要錢的呀。
現在說什麼伊朗做一架無人機，說大概幾萬美金呢，甚至可以降到現在還在降到更低一點點。但是你天天發個幾百架過去，那也是很大一筆錢了，就跟當初德國打那個 V1、V2 飛彈一樣，那很大一筆錢的，不是隨便的錢。俄國的無人機原來做的不是很好，就後來伊朗呢，反正歪打正着做出了叫見證者的那無人機，後來就是提供給俄國，然後在烏克蘭戰場上呢很好用，所以後來很有趣。他們有幾架無人機飛過來之後呢，沒有爆炸，然後沒打到目標，最後等於是被拿下了。拿下之後呢，烏克蘭拆解，然後就仿制，然後後來美國也拿到了。簡單說，都用逆向工程嘛，拆開，然後再幫你一模一樣做一個，然後再裝回去看看，哎，發現能做，哎，那就行了。所以就仿照伊朗這個見證者或叫做這個Shahed 這無人機呢，哎，我也做，然後改良一下，變成改良版的。有趣是俄國也改良，美國也改良，我猜將來台灣也會改良，因為它在戰場上好用嘛，也就真的有實戰效果，那大家就覺得說這經過考驗的。那現在伊朗被打成這樣，那這個供應鏈中斷對俄國來說呢是一個頗大的打擊。第二就是技術合作中斷了嘛，好，這第一塊。第二塊就是能源市場的問題，伊朗的石油呢，那它這個佔全世界的比例很高，它是世界上這個儲量第3高的國家，所以過去對國際石油市場的這個貢獻很大。那你現在這樣子，伊朗的石油或者說甚至中東很多石油都不容易出來，或者相當一部分出不來的時候，那大家只好買別的地方。那比如說買誰的呢？買印尼的，買非洲的，最後買美國的嘛。所以俄國的油呢，在國際市場上呢就会受到一些影響。我們過去講過，俄國油呢，坦白說它成本比美國要低，因為美國是頁岩油，它從底下要用那個什麼壓出來，然後要灌水進去把它壓上來之後，然後再抽完再把雜質弄掉。它的油呢也不是特別好，所以導致就是美國油的成本比較高，俄國油成本是比較低的，所以它只要就是國際油價到一定程度，它就賺錢，它的財政就很夠用。那你現在這個如果說國際油這個不能用，國際油現在出不來，然後你這個俄國油呢一部分受到限制，當然你過去賣給誰呢？可以賣給什麼印度，賣給誰？偷偷賣再轉手，那你賺了很多錢。現在大家看這種情況，大家就轉去買美國油了。那俄國油那個份額相對就少，這第一個。第二就是過去俄國呢，它這勾結伊朗，共同去影響 OPEC 的這個油價，所以它等於說在 OPEC 之外去操縱國際油價，它也賺了相當不少錢。那現在變成說，我也沒辦法跟伊朗合作，也不能跟委內瑞拉合作去操縱油價了。這第二點，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我們講說，俄國不是因為俄烏戰爭它被封鎖嗎？它就靠着裡海然後用船隊去運輸貨物到這個伊朗，然後從伊朗賣到巴基斯坦呢，賣到印度，賣到其他地方去。那現在伊朗至少受到很大影響之後，這個交通呢雖然沒有完全斷絕，但受到相當的阻礙，所以俄國的商品要出國呢變得比過去困難，那也就是失去了很大的這個貿易的利基。但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原來對俄國來說呢，伊朗是一個第二戰場，你烏克蘭是第一戰場，然後伊朗是第二戰場，用第二戰場去分散大家注意力，去牽制美軍，牽制歐洲呢？那我這邊過得好一點，那我打烏克蘭輕鬆點。現在如果伊朗很快被你擺平的話，那這個戰場我就沒得用了。所以簡單說，就是俄國會受到很大影響。那這個問題對中共也是一樣的。所以剛才我們講的對俄國衝擊對中共幾乎一樣，但是可能還更嚴重一點點。第一，能源是相同的了哈。第二，就是中共不是搞一帶一路嗎？我們過去講過，一帶一路呢，中共把這個委內瑞拉當作南美洲的這個前進基地，然後把伊朗當作我在中亞、中東的前進基地，這兩個地方現在都被美國挑了。那我一帶一路戰略呢，就受到極大打擊。那麼也就是我的影響力會萎縮，我的抵抗之弧會這個慢慢覆滅。更重要就是剛剛講的，原來我也想用伊朗當做第二戰場的，現在又沒有了。所以美國
打伊朗，不管打到什麼地步，只要大幅削弱伊朗的這個影響力的話，它其實同時削弱俄羅斯跟中國的影響力。這點是大家在常常很多人在批評川普的時候呢，沒有提到的地方，所以我想特別提出來，也就是其實川普打伊朗呢，有對於中共跟俄羅斯的戰略考量，這點大家不能不看到。這個我想今天透過明老師很清楚的針對美以戰爭目前最新的一些狀況，特別是大家很關注這個三方的談判或者是美伊的談判結果到底會如何那最新的資訊，透過老師的分析，大家可以讓大家理解那當然，伊朗後續還會不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方式跟絕招？那他特別他所做的事情，不只是牽動美國，事實上也牽動全世界，這也是大家高度關注的原因那顯然還會持續，就像老師說的，這川普說6個禮拜還沒到，那看看他是不是有可能在這樣的一個半月所大約他認為的時間裡面完成但我們還是希望這些全世界所有的這些領袖們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一些方式來解決。今天很謝謝明老師，謝謝，也感謝大家收看。喜歡我們的節目，歡迎幫我們轉傳、按讚、分享。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們頻道，也歡迎幫我們點讚因為得來不易有這個在自由的國度裡面可以有這個節目，這也是我們當初一直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尤其特別在中國的朋友沒有辦法有可能有這樣的一個節目那我們覺得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節目，可以把中國相關的一些議題，可以把國際上的一些情勢的部分，可以做一個我們希望是一個持平理性的方式的資訊來做一些介紹，讓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周邊所發生也必須要關注的事情。所以再次感謝大家的收看。